第5回，齐天大圣捣乱蟠桃园。话说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本质上还是一只妖猴，不真正理解官衔的高低，也不在乎俸禄的多少，只是被封了齐天大圣的名号罢了。他的齐天府下设有2个管理司，每天有先例侍奉，照顾他的1日3餐、1晚休息，一切事务都无需他操心，他过得无拘无束，十分自在，时常在天庭中交朋友，游历各处，遇到三清、道教中的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、道德天尊时，他便称他们为老；见到4帝4方天帝时，则称他们为陛下；与9曜星、5方将军、28宿、4大天王、12元神、5方五老、河汉众神等神仙也都以兄弟相称，彼此非常亲近。他今天东游，明天西荡，飘来飘去，行踪不定。有一天，玉帝在早朝时，颁布中突然闪出许敬阳真人，恭敬地向玉帝启奏说：如今这齐天大圣闲来无事，与天上的众星宿不论高低，结交朋友，我担心他无事生非，不如给他安排一些差事，这样也能防止他闹出什么事端。玉帝听了之后，当即传旨召见齐天大圣。孙悟空欣喜若狂，立刻来到玉帝面前，问道：陛下，老孙这次有什么封赏？玉帝说：朕见你平日里无所事事，打算给你一件差事管，现在就让你暂管蟠桃园，平日里要好好看管他。大圣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感谢玉帝，恭敬的行礼退出。孙悟空迫不及待的立即进入蟠桃园查看。蟠桃园的土地神拦住他，问道：大圣来此有何贵事？孙悟空说：我奉玉帝的旨意，来代管这蟠桃园，今天来查看一下。土地神连忙恭敬的行礼，随即召来那些负责除草、浇水、修剪桃树和打扫的力士，带领他们一起来见孙悟空，并叩头行礼，随后引领孙悟空进入园内。只见园中景象美不胜收，桃树枝叶繁茂，花朵艳丽，果实丰盈。那情景是花朵烂漫，枝头果实累累，朵朵鲜花盛开在树上，颗颗桃子压弯了枝条，枝头果实如锦坛垂挂，满树的花朵如同胭脂点缀。这里的桃树开花结果须经千年，无论冬夏，它们始终这般缓慢成熟。熟透的桃子红润如醉，还未成熟的则青绿带地。桃子的果皮带住淡绿的烟雾般光泽，在阳光下透显出红艳的色彩。树下奇花异草四季常青，没有凋谢过。左右的楼台与亭阁经常被云雾与彩虹笼罩。这些桃树并非凡间种植，而是王母娘娘亲手栽培的。孙悟空在园中赏玩了许久，便问土地：这园中一共有多少棵桃树？土地回答：这里共有3600棵桃树，前面的有1200棵，花小果少，每3000年才成熟一次，吃了可以成仙得道，强身健体。中间的也有1200棵，果实甘甜，每6000年成熟一次，吃了可以白日飞升，长生不老。后面的也有1200棵，果实紫纹金合，每9000年才成熟一次，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，日月同辉。孙悟空听后非常高兴，当天仔细查点了每棵桃树的数量，并游览了园中的亭台楼阁后回到了府中。此后他每隔3、5天便会来园中赏玩，不再结交朋友，也不去他处游览。有一天，孙悟空见那老树枝头的桃子大部分已经成熟，心中想要尝一尝新鲜的味道，但无奈土地、力士和齐天府的仙吏们时时随行，不便偷吃。于是他计上心来，对随从们说：你们且在园外等候，我要在这亭子上小憩一会儿。随从们果然退出了桃园。这时只见孙悟空脱下冠帽和衣服，爬上了一棵大树，挑选那些熟透的大桃子，摘了许多，
在树上自由自在地大吃起来。吃饱后，他跳下树，戴上帽子，穿上衣服，召唤随从们一同回府。过了2、3天，他又找借口回到桃园，继续偷桃，尽情享用。途中遇到七仙女，怕误了好事，只好念了定身咒对仙女说道：“定。”这是一种定身法，把仙女们全部定在原地，睁着眼睛站在桃树下动弹不得。大圣乘着祥云跳出蟠桃园，径直向瑶池方向飞去。一路上，只见瑞气升腾，五彩祥云不断飞舞，白鹤的鸣叫响彻9重天，紫芝生机勃勃，枝叶繁茂。中途现出一位仙人，相貌端庄，气质非凡，神采飞扬，犹如彩虹般的光芒照耀天际，腰间悬挂着象征长生不灭的宝鹿。这位仙人正是赤脚大仙，正要赴蟠桃盛会。孙悟空低头定计，打算哄骗他，于是上前问道：“老道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”赤脚大仙答道：“奉王母的命令，我正要去参加蟠桃盛会。”大圣笑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玉帝见我筋斗云飞得快，命我邀请诸位仙人先去通明殿行礼，再去瑶池赴宴。”赤脚大仙为人正直，听信了孙悟空的谎言，说道：“往年都是直接去瑶池谢恩行礼，怎么这次先去通明殿呢？”虽然心中疑惑，但他也无奈，只好转身驾云朝通明殿飞去。孙悟空见计划得逞，便驾着祥云，施法变成赤脚大仙的模样，向瑶池飞去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到了瑶池宝阁，按下云头，轻步走了进去。只见瑶池里香气缭绕，祥云弥漫，瑶台铺满彩霞，宝阁散发出氤氲仙气，凤鸟飞翔，鸾鸟腾空，景象缥缈。大殿上摆放着9凤丹霞屏风，8宝紫泥宝座，五彩描金的桌子上放着千花碧玉盆，桌上陈列着龙肝、凤髓、熊掌、星唇等珍馐美味，各种异果佳肴，新奇诱人。宴会的摆设整整齐齐，但此时还没有仙人到场。孙悟空看了许久，忽然闻到一阵酒香扑鼻而来，转头看去，只见右边的长廊下有几位酿酒的仙官、洗酒缸的力士、领水的道人和烧火的童子，他们正在那里洗缸刷瓮，已经酿好了玉液琼浆，酒香四溢。孙悟空见了，口水直流，忍不住想去尝一尝，但那些仙官力士都在，他不便动手。于是他拔了几根毫毛，嚼碎后吹出，施展法术，念道：“变！”毫毛变成几只瞌睡虫，飞到众人脸上。你看那些人立刻手脚发软，低头打盹，丢下手中的活计，纷纷睡了过去。大圣趁机拿了一些珍馐美味，走进长廊里，靠着酒缸和酒瓮，放开量痛饮了一番。他喝了很久，酩酊大醉，醉眼朦胧地摸了摸自己，忽然警觉道：“不好，等会儿请的客人要来了，若是被抓住，如何是好？还是赶紧回府中睡觉去吧。”大圣摇摇晃晃的仗酒醉乱撞，一不小心走错了路，来到了兜率宫。他一见到兜率宫，顿时醒悟，兜率宫是33重天之上的离恨天，乃是太上老君的居所，我怎么误入此地？也罢，我一直想来拜见这位老君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。今日正好趁此机会去见他一面。大圣整了整衣冠，撞进兜率宫，里面却不见太上老君，也不见其他人。原来老君正在3层高阁珠灵丹台上与燃灯古佛讲道，仙童、仙将、仙官、仙吏们都侍立左右听讲。大圣直接走进丹房，四下寻找不见老君，忽然看见丹灶旁的炉火依旧燃烧着，炉旁还放着5个葫芦，葫芦里盛满了炼成的金丹。大圣喜道：“这可是仙家至宝，老孙修炼以来，早就明白内外同源的道理，
我也该吃些金丹补补。平日里在家没有机会，今天真是好机缘，正好撞上了。于是孙悟空将所有的金丹倒了出来，就像吃炒豆子一样，尽数吞下。孙悟空吃饱喝足，金丹和酒都下了肚，忽然清醒过来，自言自语道：不好，不好，这次闯的祸比天还大，若是惊动了玉帝，恐怕性命难保。赶快走，走，走，还是下界去做王吧。于是他从多帅宫跑出来，不走原路，偷偷从西天门逃走，施展隐身法回到了花果山。一到花果山，他看到山上旌旗闪耀，刀枪光辉，原来是四剑将和72洞的妖王们正在演练武艺。孙悟空高声喊道：小的们，我回来了！众妖怪丢下兵器，跪倒在地道：大圣真是心宽，抛下我们许久，怎么一直不来看顾我们？孙悟空笑道：没多久，没多久。说着走进洞天深处，四剑将为大圣打扫休息之处，叩头行礼后问道：大圣在天上这110年，究竟担任什么职务啊？孙悟空笑道：我记得不过才半年光景，怎么就说110年了？四剑将道：大圣有所不知，天上一日，相当于下界1年啊。孙悟空点头道：原来如此，幸好玉帝看中我，封我为齐天大圣，起了一座齐天府，还设立了安静司和凝神司，司里有仙力侍奉。我平日里没什么事，玉帝便命我去看管蟠桃园。近日王母娘娘设蟠桃盛会，却没邀请我，我一怒之下，没等他们请我，便先去了瑶池，把他们的仙果、仙酒全都偷吃了。走出瑶池时，东倒西歪的误入了老君的宫殿，还把他5个葫芦的金丹全都吃了，只怕玉帝怪罪，所以我连忙逃出了天宫。众妖怪听罢，欢喜不已，立刻安排酒席接风，用大10碗斟满椰酒奉上。孙悟空喝了一口，立刻皱眉说道：不好喝，不好喝。崩将和八将说道：大圣在天宫里吃惯了仙酒仙肴，当然觉得这椰酒不好喝。常言道：美不美，香中水。孙悟空笑道：你们倒是亲不亲？故乡人我在瑶池享用仙品时，见那长廊之下有许多瓶瓶罐罐，全是玉液琼浆，你们可都没尝过。等我再去偷几瓶回来，让你们每人喝上半杯，个个都能长生不老。众猴听罢，个个欢喜不尽。孙悟空出了洞门，翻了一个筋斗，再施隐身法，径直飞到了蟠桃会的瑶池。孙悟空悄悄进入瑶池，只见那些酿酒的仙官、打糟的力士、运水的道人和烧火的童子们还在酣睡。他二话不说，携起2个大酒罐，两手又各提了一个，拨转云头返回花果山，与众猴一起办了一个仙酒会。大家饮了几杯仙酒，乐不可支。与此同时，7位仙女在受到孙悟空的定身法后，过了1周天才解脱。他们提着花篮回去向王母娘娘复命，说道：齐天大圣施展法术困住我们，所以来迟了。王母问道：你们摘了多少蟠桃？仙女们回答：只有2篮小桃，3篮中桃，至于后面的桃子，一个大桃也没有，想必都是被大圣偷吃了。当我们正在寻找时，没想到大圣突然现身，不仅行凶瓦打，还问我们这次宴会请了谁。我们把上会的事情告诉了他，他随即定住了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直到现在才解开法术回到这里。王母听罢，立刻去见玉帝，详细陈述了事情经过。话还未说完，又见酿酒的一般人和仙官前来奏报，不知是什么人搅乱了蟠桃盛会，偷吃了玉液琼浆，8珍百味也被偷吃的一乾二净。与此同时，又有4位大天师来报，太上老君来了。玉帝与王母立即出迎，老君行礼后说道：老道在宫中炼了些9转金丹，准备给陛下主持丹元大会，
不料金丹被贼偷走，特来禀报玉帝听罢，吓得心惊肉跳。片刻之后，又有齐天府的先吏前来叩头禀告，孙大圣不守职，昨日出游后至今未归，也不知去了哪里。玉帝听后心中疑虑重重。随后赤脚大仙也俯身奏道：臣奉王母娘娘之命赴蟠桃会，偶遇齐天大圣，他对我说，陛下有旨，命他邀请臣等先去通明殿演礼，之后再去瑶池赴宴。臣听信了他的话，赶往通明殿外，却不见陛下的车辇，因此赶来这里等待。玉帝听罢，愈发震惊，说道：这妖猴竟敢假传圣旨，欺骗卿等，速命纠察灵官追捕这厮的下落。灵官领旨后，立即出殿四处搜寻，很快便查清了详情。他返回向玉帝回奏道：搅乱天宫的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他还将之前的经过一一禀明。玉帝听罢，怒火中烧，当即下令派遣四大天王协同李天王和哪吒太子，调动28宿、9曜星官、12元辰、5方揭谛、4支功曹、东西星斗、南北二神、5岳4毒、普天星象，集结10万天兵，布下18层天罗地网，围困花果山，务必捉拿妖猴。天兵天将立即出动，离开天宫，浩浩荡荡向花果山进发。一路上，黄风滚滚，遮天日，紫雾腾腾，照得昏。只因妖猴欺上帝，致使众神降凡尘。四大天王掌总领，5方揭谛统多兵，托塔天王掌众军，哪吒太子先锋行，罗侯星官头阵开，冀都星官后发明，太阴星官光寒烈，太阳星光照分明，5行星耀现豪杰，9曜星各显神威，元辰星宿不严阵，既是天丁列精英，5翁5岳东西摆，6丁6甲列两行，4毒龙神分前后，28宿密层层，角亢提防列先锋，夔楼魏毛显翻腾，斗牛女婿摆阵前，新尾鸡星个个能，警鬼有星张一展枪舞剑舞现威灵。云开雾降天罗地，花果山前扎下营，众神兵马来到花果山，先布下18层天罗地网，层层围困山头。李天王传令，众天兵开始在山前扎营，四处封锁。随后9曜恶星被派出挑战，领兵直奔水帘洞外。他们到达洞口，见洞外群猴跳跃嬉戏，星官厉声喝道：你们这些小妖，速去通报你们的大圣，我们乃天庭的神将，奉玉帝之命前来降服反叛的齐天大圣，快快出来归降，否则你们这些妖怪统统都要被诛灭。小妖们听罢，慌忙跑进洞内，禀报道：大圣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9个凶神，自称是天神，奉命收降大圣。此时孙悟空正与72洞妖王、4剑将一同饮酒作乐。听到此报，满不在乎地说道：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哪管门前是非。话音未落，又有小妖跑来急报，那9个凶神在外面口出恶言，正在门前破口大骂呢。孙悟空不以为然，笑道：不用理会他们，诗酒且图今日乐，功名休问几时成。正说住，又有小妖急冲冲跑来喊道：爷爷，那9个凶神已经打破了洞门，冲进来了。孙悟空闻言大怒，喊道：这些毛神太放肆了，本来不想理会他们，竟敢上门欺人。随即他命令独角鬼王率领72洞妖王出阵迎战，自己则带领4剑将随后跟上。独角鬼王带领妖兵冲出洞外，迎战9曜恶星。可是9曜恶星神勇无比，妖兵们在铁板桥头被困住，无法突围而出。正在争吵之间，孙悟空赶到现场，喊了一声开路，随即撤出金箍棒，轻轻一挥，棒子立刻变得碗口粗细，丈2长短。他摆出架势，猛地冲了出去。9曜星见状，谁敢抵挡？瞬间被打退。9曜星站稳阵脚，
高声斥责道：“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弼马温，你犯下滔天大罪，先偷蟠桃，又偷仙酒，扰乱了蟠桃大会，还盗了老君的仙丹，并把御酒偷回花果山享乐，你罪加一等，难道还不知悔改？”孙悟空笑道：“这些事我确实做了，那么现在你们打算如何处置我呢？”九曜星说道：“我们奉玉帝金旨，带兵前来收降你。你若早早归降，还能保全这些生灵性命；否则，我们便要踏平这座花果山，掀翻你的洞府。”孙悟空大怒，喝道：“就凭你们这些毛神，有何本事，竟敢在此大放厥词？不要走，尝尝俺老孙的棒子！”话音刚落，九曜星齐齐跃上前来，美猴王毫不畏惧，挥动金箍棒左挡右击，把九曜星打得筋疲力尽，一个个拖着武器败阵而逃，急忙回到中军大帐，对托塔天王李靖说道：“那猴王果然勇猛无比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”败阵回来了，李天王听罢，立即调遣四大天王与28宿出战。孙悟空依然不惧，命令独角鬼王、72洞妖王与4剑将出阵迎敌。双方在洞门外摆开阵势，接着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混战。寒风呼啸，怪物弥漫，那边的旌旗飞扬，这边的歌戟闪光，层层盔甲映日辉，排排战刀如冰山，悍刀挥动如闪电，长枪穿云似电掣，方天戟、青铜剑排成秘密战阵，硬弩凋零剑，短棍蛇矛夺魂魄。大圣手持金箍棒，左冲右挡战天兵，空中飞沙走石，山中虎狼奔逃，尘土飞扬，天地昏暗，震天撼地，威震鬼神。这一战自辰时开始，一直杀到日落西山。独角鬼王与72洞妖王被天神捉拿，只剩4剑将与一群猴子逃回水帘洞底藏匿。孙悟空一人以金箍棒力战4大天王，李天王与哪吒太子打了许久。孙悟空见天色已晚，便拔下一把毫毛，嚼碎后吐出去，喊道：“变！”瞬间变出千百个孙悟空，手持金箍棒，把哪吒太子和天兵天将打得落荒而逃，连5位天王也败下阵来。大胜之后，孙悟空收回毫毛，急忙返回洞中。到了铁板桥头，4剑将帅众猴迎接他，哽咽哭了3声，又大笑了3声。孙悟空问道：“你们见了我，怎么又哭又笑？”4剑将说道：“今日早晨我们带兵与天兵交战，72洞妖王与独角鬼王都被捉走了，我们侥幸逃脱，所以该哭；见大圣得胜归来，毫发无伤，所以该笑。”孙悟空笑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古人云：杀敌10000，自损3000，况且被捉的不过是虎豹、狼虫、獾獐之类，和我同类的妖怪没有伤亡，有什么好烦恼的？虽然我用分身法打退了他们，但他们还会在山脚下扎营，我等不必担忧。今晚先吃饱喝足，养足精神，明天我再施大神通，捉住这些天将，替你们报仇。”4剑将与众猴听罢，斟满椰酒，痛饮几碗后，安心睡觉。4大天王收兵休战，众人报功，有捉住虎豹，有擒住狮象的，有抓住狼虫胡落的，就是没有捉着一个猴精。当时果幽安元营下大寨，赏劳了德公之将，吩咐了天罗地网之兵，个个提铃喝号，围困了花果山，专待明早大战。个人得令，一处处紧守。此正是妖猴作乱惊天地，不枉张罗昼夜看。毕竟天晓后如何处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